革命衛隊他特別講到一句，叫做感謝約旦人民。約旦人民當內鬼的意思是不是？不管這3架的毀損程度如何，請問美國中央司令部到現在為止，你們為什麼沒有反應？講話啊，到底有沒有打中你的 F-35？你要有回應嘛？你怎麼完全沒有反應呢？是不是你要默認了？伊朗現在可以打到科威特這麼遠的地方，又可以打到約旦的 F-35，他竟然還打到埃及去了，川普才會講啊，老把戲，這怎麼會是老把戲？打到紅海了，多面開戰，而且多面都能夠打贏，都能夠擊中目標。伊朗的最新消息，這一場冲突又再次的升級了。他說呢，他打擊到了美軍駐約旦的基地，甚至摧毀了3架的 F-35戰機，造成了大量的美軍人員傷亡。那麼我們知道 F-35對於美國來說是非常重要的，代表了制空的象徵。如果伊朗真的突破了防線，鎖定到F-35所在的位置，可以說就是直接撼動了美軍的空優神話。如果真的精準找到 F-35的位置，也代表說這當中可能伊朗是不是有獲得不管是在衛星偵察的能力、情報的滲透，還是有盟友在做支援呢？等一下請酈將軍來幫我們看。除了打到 F-35他宣稱的戰果之外，還有多名美軍人員來自於伊朗的說法有傷亡的情形。伊朗在多線的開戰，包括在約旦的基地遭到攻擊，也對海灣地區的這一些各種設施來發動攻擊。當中其他涉及到的這些波灣國家還包括了科威特、巴林等等的據點都被打。那麼在這當中，目標從空軍的基地、雷達系統一直到後勤的設施，都是伊朗鎖定的目標。除了多線打擊，在海上也有了一個最新進度。伊朗它的這個攻擊點現在來到了地中海，埃及的地中海這邊了。2艘的天然氣船在遇襲之後是立刻爆炸，其中1艘船還是美氣的船。川普聽到之後氣炸了，他說呢，沒關係，這只是老把戲，接下來我們會好好的來痛擊伊朗，輪到我們真正可以出手了。而比較奇怪的事情是，中國在這個方面突然間有了他的一個角色。科威特證實說，在伊朗的一次攻擊當中，竟然擊中了中國大陸在當地的一間建築公司一間公司的建築造成1個人死亡。外界擔心說，為什麼會打到中國的這個企業去了呢？難道中東戰火現在已經沒有所謂的安全區域的進入了這個新階段嗎？那麼我們來看看川普針對於中國的角色也蠻弔詭的。大家還記得嗎？昨天川普還特別強調說，中國大陸有提供400套的肩射飛彈給伊朗，怎麼他現在今天又在提中國，說要制裁多家中國的航運公司，原因是因為多艘的中國影子艦隊在暗中資助，買了伊朗的石油來資助伊朗的經濟，真的是這樣嗎？為什麼川普要說這樣子的一個話？今天節目一開始，我們要先請教酈將軍怎麼看了。伊朗為何這一次把攻擊重點放在我們剛剛講的美軍的空優神話 F-35，還有美軍的基地？如果 F-35是在基地遭摧毀的話，代表說是否已經掌握了美軍的部署情報？那他選擇打 F-35是要打擊美軍的空優神話嗎？酈將軍怎麼看伊朗的戰術？我們現在可以看到美伊這場戰爭現在主動權已經完全是掌握在伊朗的手上。那伊朗的這一波的攻擊不是跟3月份那次不一樣，3月份那次我們可以稱之它對美軍是報復性的攻擊行動，但是我認為這次伊朗攻擊美軍的，包括到科威在波斯灣地區的美軍的基地，還有這個約旦這個空軍基地來講的話，我認為這個伊朗是主動在掌握戰爭的主動在做打擊。那他現在來講，你很明顯，他打擊有2個目標，第一個是能源設施，目的是在哄抬油價，造成全球的通貨膨脹，有利於他會來在談判桌上面跟美軍的談判。第二個，在軍事上面來講的話，他就打擊美軍的這種不管是雷達站或者是電子設施，波斯灣沿岸的美軍基地。那這次最嚴重的是打擊約旦的基地。這次約旦基地它可以命中3架 F-35戰機確實是這個非常的這種神奇哈。我怎麼講呢？第一個，我們要 F-35戰機是美軍的5代戰機哈，它是隱身式戰機，它所扮演的角色是踹門者角色。也就是說，美軍如果要對伊朗攻擊來講的話，要實施空中的打擊，它一定是用 F-35先期進去到伊朗國土裡面，然後打擊伊朗的雷達站或者是導彈設施，然後將這個對空的武器都摧毀掉之後，
後續才是美軍的 B1 轟炸機或者是這個 B52轟炸機才進去轟炸大概整個美軍程序這樣，所以伊朗這次優先打的就是 F-35，我將你串門者角色打掉之後，你就沒有辦法攻擊我的雷達站。那這次為什麼可以這麼遠打到約旦基地的 F-35戰機？我在這邊跟各位報告美軍真的從越戰以後到現在一點長進都沒有。你知道美軍在越戰的時候，他們的 B52轟炸機是怎麼被幹掉的嗎？被越共用什麼方法幹掉嗎？越共是要停在美軍的機場外面，扮成農夫每天拿望遠鏡看，就看到 B52就固定停在那個停機坪。它固定停在那個機坪，它算好以後，你每天幾點鐘到幾點鐘，這架飛机就一定停在那個停機坪，然後它就在機場外面用一個60炮的炮管，它還不用腳架，它就炮管放在田裡面，然後那個角度方向都算好以後放在那邊田裡面，然後越共叫那個農夫就在那邊種田那個農夫，然後你拿着3顆炮彈，幾點幾分的時候，你把這3顆炮彈丟在這個洞裡面然後那農夫就過去咚咚咚，就3發炮彈過去以後。這個就把那架 B52炸掉了，所以這也就是為什麼美軍在越戰的時候，他將他的 B52不敢停在越南，他停到哪裡？停到我們台灣的清泉崗基地。那這次是不是也是用同樣方法？我相信伊朗一定很精準的掌握到這幾架 F-35戰機固定的時間停在那個停機坪。他用什麼方式偵察到的？可能是用衛星可能是用這個。地面上面，他們是不是有情報人員先期掌握到這幾架飛機就固定停在那個地方？然後什麼時間？因為你要知道導彈攻擊這個從導彈發射，你不是說是一發射1秒鐘之後就命中目標嘛？這中間會有一段的時間差。我導彈射擊之後，那為什麼這架飛機剛好就停在那邊？它不會移開那可見得它有及時的情報今天可能停這邊，明天可能停什麼地方？那如果說要能夠得到即時情報，第一個是天上的衛星，我隨時可以看到這架飛機停在這個停機坪或者是地面的這種先期滲透的人員在那邊用望遠鏡就看到這個飛機就現在正在停在那個地方，然後一個信號回去給伊朗的本土，伊朗這導彈就發射。所以你要看到一次摧毀3架，絕對不是偶然事件，不是這個瞎貓碰到死老鼠所以這飛彈過去，就剛好你這個飛機就這麼湊巧被打到。你說打到1架有可能，打到3架，那一定是很周密的作戰計劃，才很周密的周詳，從情報的獲得到實驗上的掌握，到彈道的計算，都非常的縝密，才可以一次摧毀3架這個 F-35。我相信這摧毀這3架 F-35，是同一枚導彈擊中的，還是區分3枚這當然後續來講的話，這就已經不是重點，重點是說伊朗可以。它的第一個導彈很精準，第二個它的即時情報非常的精確第三個美軍從越戰到現在為止還沒有什麼長進就跟當初越戰的時候被 B52被越共用農夫60炮就把你幹掉，道理是一樣的。好，所以從這一次伊朗攻擊這個F-35也可以看出，是不是伊朗在於它的導彈的精準度在大幅的提升？另外還有在衛星跟情報戰上面，是不是他們獲取情報的能力已經變得越來越強了？同樣的問題，等一下就 F-35請幹哥來帶我們解析一下。那另外就是剛剛提到了嘛，伊朗它這一次的攻擊，它的飛彈還波及到了一間中企業，這件事情也是蠻奇特的，代表什麼樣子的意義呢？是說美軍周邊的這些基地已經沒有安全的地方了嗎？再來就是會討論到川普的部分了。最近一直在指控中國，先是說中國提供伊朗400套的這個肩射飛彈，又說中國大陸現在影子艦隊一直在資助伊朗的石油。那針對此，幹哥怎麼看？好，思敏，你會覺得說，美國的這些飛機，就像這個將軍講的，他們是蠢到不知道要分開放嗎？還是繼續擺在一起？為什麼？那就叫什麼？那就叫看不起你。你找不到我的東西，所以這一次會一次3架被命中。我覺得這裡面情報的錯誤有很大的問題。不過我現在要特別點出來 ，IRGC 也就是革命衛隊，他在今天的聲明裡面，他特別講到一句，沒有人會注意到這一句，叫做“感謝約旦人民”。是什麼意思啊？你怎麼會突然講這一句話？我把他聲明完全看完了，看到這一句，我就嚇一跳。感謝約旦人民的意思是約旦人民當內鬼的意思，是不是？
這就印證了將軍剛才講的，就是說他絕對是有什麼，他有地面的人在協助他，他才知道說這飛機在不在。我們不要打空包彈，我們打過去的時候必須要命中，對不對？所以如果說，就像我們現在也在分析說，究竟他是用一枚飛彈能夠擊中3架，還是他是用多枚啊？因為我們知道，像這樣子的距離跟準確度必須用彈道飛彈，而不是無人機可以輕易達到的。除非你給無人機最正確的目標坐標，不然的話，你說要這樣子能夠擊中它。而且它還附帶造成的設防的損失，而且有技術人員喪命，甚至還有軍官喪命。如果因為你要曉得，我在看這個東西的時候，我就一直在想，這有別於之前的攻擊行為。為什麼？因為你這次擊中的是 F-35，它不一樣，它的代表意義跟象徵意義完全不一樣。它不是擊中一般的預警機、加油機啊，不是這種東西。你擊中的是一架單價要1億2000萬美金的美國最先進的逆中戰機的時候，那我坦白講，情報工作就成功了，非常成功，而且一次能夠打中3架，不管這3架的毀損程度如何，請問美國中央司令部到現在為止，你們為什麼沒有反應？講話啊，到底有沒有打中你的 F-35？你要有回應嘛。你怎麼完全沒有反應呢？是不是你要默認了？還是說我們現在正在估計損失當中？所以你沒有直接否認。對，沒有直接否認，我就當作你是默認哦。你真的 F-35真的被人家飛彈打到，伊朗的飛彈技術是不是又提升了？還有他的情報工作是不是又提升了？還有到現在多久了？然後你都沒有反應。再來我們就要講了，你除了看這個東西技術提升之外，還打到了科威特的什麼的中國公司啊！天哪，怎麼會打到中國公司呢？那情報是不是出錯了？坦白講一句，這裡面就有蹊蹺了。他打中了中國的在科威特北部的一家公司，那一家公司可以看得到伊拉克，就是說，因為那個科威特跟伊拉克其實是接壤的嘛，所以說已經近到了可以這麼接近到可以看到科威特領土了。然後呢，在這次的這個飛彈攻擊之中，他們現在還不能夠確定是飛彈還是無人機，但有1名工作人員喪命，但是那1名工作人員好在不是中國籍，是尼泊爾籍的技術工人喪命的。伊朗現在可以打到科威特這麼遠的地方，又可以打到這個約旦的這個 F-35，那你這樣就已經開始心裡有點毛了。他竟然還打到埃及去了，所以川普才會講啊。老把戲，這怎麼會是老把戲？打到紅海了，天哪！所以我覺得這個是什麼？多面開戰，而且多面都能夠打贏，都能夠擊中目標。然後，但是川普現在顧左右右而言其他，說中國提供了400枚肩射飛彈，這些目標命中都不是肩射飛彈，也就是單兵攻擊武器可以打得到的，是長程彈道飛彈，或長程無人機。自殺無人機才能夠打得到的，所以川普你不要這個轉移焦點，然後你最後還罵了說是中國航運公司是協助伊朗的這個影子艦隊。我坦白講一句啦，中國要是真的是伊朗艦隊的話，你的證據都還沒找到，所以不要信口開河。就常常聽到川普這樣胡說八道，到底現在你們的戰損是多少？先講這個比較重要吧。好，所以現在伊朗它的戰略目標也非常的清晰，那它的戰法也非常的清楚哦。除了多線開戰之外，我們看到它的飛彈射程甚至是可以幾乎涵蓋整個波灣地區的，讓美國現在其實非常的緊張。所以最新消息我們看到，美國在停戰了5天之後呢，在昨天又在開始啟動了戰爭。這一次一狂轟就轟了2個小時的時間，打的是 IRGC， 也就是革命衛隊數十處的目標。好，這當中包括了有軍事指揮中心、飛彈、無人機設備。還有沿海監視、防禦、海上作戰的地方，造成現場滿目瘡痍。甚至呢，美方現在還提出了接下來要來做一個叫做14天的新戰法，要狂轟革命衛隊哦，包括了他們的這個重要的伊朗的補給線啊，要斷了它的這些陸運的運輸的樞紐等等。另外一方面，我們知道現在在紅海這邊同樣有第2戰線哦，包括了有也門胡塞組織跟伊朗在這邊開啟的第2戰線。所以呢，有一件事情也蠻有趣的。
的就是沙烏地阿拉伯現在正式的推動，聯合了14國組織這個叫做海上防衛聯盟，一起響應來維護紅海，是不是他們不再信任美國可以保護他們了呢？那現在國防部證實說，包括了有土耳其、巴基斯坦、還有埃及、蘇丹等等的國家都支持這一項提案。苑老師怎麼看？首先是有關於這個沙烏地阿拉伯召14國的這一件事情，你怎麼看？是不再信任美國了嗎？第二件事情是，這個川普說了，接下來要轟炸伊朗14天，而且他也轉向了伊朗的海陸補給線，他真的會去打嗎？這是一場新的另外一場的消耗戰嗎？苑老師怎麼看？我覺得這個講得非常非常明顯啊，因為那個大家發覺，剛剛我們將軍提到了這個伊朗化被動為主動，原來的話呢，這是一場不成比例的戰爭，現在伊朗主動攻擊，還宣布戰果啊，打掉的戰果。就是說是在卡達的話呢，就是有這個 F-35，還打掉3架。那麼這個形勢上來講的話呢，大家已經非常清楚。那麼對於中東國家來講的話呢，有美國在中間是不可能解決問題的。所以這裡面包含的國家，像吉布地的話呢，大家知道它是什麼東西嗎？它就是准許各國的軍事在裡面設施，是離的那個胡塞武裝非常近的一個地方，就是曼達群島的那個地方。那另外的話呢，像沙特、土耳其、巴基斯坦的話呢，巴基斯坦聯絡，跟巴基斯坦聯絡，其實就跟中國聯絡，那這就慢慢擴大。巴基斯坦、沙特跟這個伊朗之間，大家不要忘了，2023年有個在北京簽的北京協定，裡面也講到關係了。那麼這裡面說明了一個重點，就是說，這個中東的國家的話，加上土耳其也在中東裡面算是軍事實力比較強的國家。就是說，我們這個事情的話，有美國在只會更亂。然後伊朗這個態度很明顯，就是只要有美國在這邊的話呢，我們就幹到底。管你是什麼東西啊？那麼這個所以說他們要自己來解決自己這個問題，因為戰事不宜擴大，因為中東現在就是擴大，伊拉克、敘利亞，然後這個黎巴嫩南部，然後胡塞，然後再加上哈馬斯，那這個還得了，對不對？所以說這個問題。那現在剛剛我聽到將軍在講，說是美國好像從越戰以來都沒進步，我跟你講是退步，就連我哲學家都懂，因為這個打仗，我跟你講，心急吃不了熱豆腐，沒有聽過打仗說陣法呀，或者說是武力裝備，沒有先講說我只打14天，沒聽過給自己時間做限制的。萬一你到了第14天，你突然死了2個人，現在美國最近死了一個德州的女孩，又死了一個在夏威夷的男生，哇，國內抗議的不得了。所以川普這邊搞，我跟你講哈，一想這個就不對。什麼叫14天戰法啊？你如果是為什麼打了5個月了，已經打5個月，突然冒出個14天，我告訴你，140天都結束不了。就這麼簡單呢，對不对？大家就心裡了解。美伊戰爭現在從這個原本的戰場，現在已經到了科技戰爭，甚至是能源戰全面開打了嗎？來看到伊朗的最新動作，他這邊呢，伊斯蘭革命衛隊這一次展開了這個是納斯爾2的第24波的報復行動，瞄準的不是美軍基地，這次是瞄準美國的科技霸權，也就是亞馬遜 AWS80的資料中心。伊朗宣稱呢，他現在所有鎖定的目標都已經完全的把它給摧毀了。專家也做警告，如果伊朗宣稱屬實的話，代表接下來波灣的國家的，包括這些從雲端服務一直到電話網絡，甚至是銀行相關的這一些應用程式，都可能因此受到波及。我們現在看到的是伊朗他去轟亞馬遜，那會不會下一步往 Google 甚至是 Microsoft 這些科技大廠去做攻擊？這個是美方現在還包括了中東的盟友們現在所最擔心的事情。而同一時間，我們看到美軍的動作也在持續的加大當中，已經連續第11天空襲伊朗了，打擊的範圍包括了在軍事的行動基地、海軍的基地、無人機庫，甚至是它的後勤的基礎設施。這一次，川普也最新放話的，他說再打下去，很快我就會轟炸伊朗的核設施，也就是搞3了。在這一場戰爭當中，他說呢，根本就還沒有打完，接下來的另外一個目標，他可能還會做的事情，就是聯手以色列一起去打進伊朗的最後一道防線——搞3地下基地。川普的這樣做是真的有可能嗎？等一下請來賓來特別幫我們做解答。那麼搞3之所以對伊朗來說特別的重要，然後呢，美軍又很難攻進去，有幾個理由。因為伊朗在這邊部署了上千部的濃縮鈾的離心機，而且呢，恐怕呢已經全部都把它搬進了搞3的地下基地裡面去了。現在有一個說法是說，連美國的巨型鑽地彈也很難徹底的毀滅掉這一個地方。
換句話說，這個就是伊朗最後核計劃的最堅強的堡壘。那麼伊斯蘭革命衛隊也強調說，如果你美軍真的去敢攻擊我們的核設施的話，接下來你的盟友還有跟美軍相關的地區有所利益的地方，也都會成為伊朗強力攻擊的目標。重點來了，美國另外害怕的事情還有伊朗這背後是不是有其他國家在軍事上面特別做援助？來自於美國的戰爭部長特別的說法，他認為這背後還有中國大陸跟俄羅斯的幫忙。他特別提到了在這兩個國家提供的是不同程度上面的援助。首先，中國大陸會提供防空系統，那麼俄羅斯他這一次在俄烏戰爭當中學會了無人機的實戰經驗，恐怕也會把這些經驗提供給伊朗。這是來自於赫格塞斯的最新說法。今天節目一開始，先請教漢庭怎麼看了伊朗這次的打法？打的是亞馬遜資料中心在中東的地區，是警告美國，伊朗說的報復都是玩真的嗎？這一次，川普真的敢冒着這個整個中東失控的風險，對高珊真的下手嗎？漢庭怎麼看？先說這個亞馬遜被炸的事件，伊朗說炸了，但全世界都沒有確認。因為呢，這是伊朗宣稱我們已經炸成功了，可是美方亞馬遜跟巴林政府至少到目前為止全部都沉默，沒有任何的一方確認命中或摧毀。巴林的國防軍說，我們防空系統攔截了很多來自伊朗的空中目標，但他也沒有說這個數據中心已經遭到破壞。而且我查了，有趣的是，這家數據中心在今年3月1日就已經被伊朗的無人機打過了。當時就已經斷電起火，亞馬遜把客人都牽走，所以那邊已經是一個空場，就好像也沒什麼人在裡面。因此，伊朗這枚導彈如果再丟過去，然後又說完全摧毀，好像只是一個形式上稍微來造勢，但他也不完全是在做虛張聲勢。畢竟在3月底，伊朗就已經宣稱了蘋果啦、英偉達啦、特斯拉、微軟、谷歌一大堆的這些18家的美國科技巨頭，在中東的相關設施，伊朗都要把它列為合法的打擊目標。那為什麼呢？我覺得它這個報復性是真的嗎？大概3分真7分假。第一，他要把戰爭的成本具體的、可視化的給老百姓看。畢竟美國呢，至少有68% 的民眾認為這場戰爭不值得打。所以，伊朗打亞馬遜、打數據中心、打能源設備，就是要讓這些戰爭從抽象的，你美國人在遠方看不到，但是要把它變得很具體的，讓你的銀行刷 App 刷不出來啊，讓你的油價漲上去，讓你的養老金賬戶跌下去啊，類似這樣。那這也是不斷的在給川普國內支持者放血嘛。而且呢，要把這些灰色地帶都打成新常態。如果我的電廠被炸，我就打以色列和盟友的電廠；如果我的科技設施被打，那我就打你們的這些科技公司啊。那如果我的海上被封鎖，那我就封鎖荷姆茲海峽等等。所以這是一個模塊化的報復菜單啊！你打我什麼，我就打你相對應的什麼東西，而且理由也很充分。你國際社會挑毛病，這好像也沒啥問題。好，那麼。川普到底敢不敢去面對這個高珊呢？7月13號，川普還說我們要直接在前門來一記漂亮的重擊，啥意思呢？就是你如果真的要去炸那個主體炸山，根本就炸不穿嘛。但是如果你去炸個入口在山腳下就炸一個小東西，這個是可以啊。那炸完了之後再宣布，我們已經這個重創了，有沒有覺得很符合川普的 style？非常可能啊。所以他。敢不敢真的去炸呢？可能有，但也有一些條件，比如說國內的政治需要。他如果越要展現我對伊朗很強硬，那麼去轟炸這個高珊是最強硬的直觀符號。那第二個呢，也可能是以色列的要求跟不斷的逼宮啊。納坦尼亞胡政府呢認為說，我們必須要去摧毀伊朗的核設施啊，這才能夠有合法性啊。那再來呢，就是但川普也有一些不敢付出的代價。畢竟如果真的要去到高珊的話，要問要不要出動地面的部隊啊，這個也有很大問題。畢竟伊拉克對美國的陰影實在是很大。那第二呢，美國可能也不敢輕易的動用核武器。再來第三呢，也是整個後續，那荷姆茲海峽仍然是沒有辦法得到結束，甚至這戰爭很可能會繼續擴大到黎巴嫩啊、伊拉克啦，然後沙特的這些全面開戰，所以這些也都是川普要拿捏的地方。所以我覺得今天我們熒幕上的最後一句話，基本就是總結，就是美國在這場戰爭中根本還沒打完，他的期中選舉非常困難。
好，那同樣的問題，那幹哥又怎麼看？特別我們剛剛提到的藁山嘛，真的要打進去的話，得出動的是地面部隊。漢庭剛剛也分析了，如果出動地面部隊的話，它的代價非常的大，這是第一個問題。第二件事情，我們剛剛說赫格塞斯特別提到說，在這場戰爭當中有中俄的協助，幹哥又怎麼看？其實上次我們就已經有提到了，就是說你今天摧毀了，上次我們是在伊斯法罕啊跟福爾多啊。等等這些地方的核設施，可是這次他移到藁山之後，我講句實在話，他不會再重蹈覆轍。也就是說，他的體系一定會比以前要來得更深，要來得更周密。他的離心機搬到那裡面去，你要曉得，那個離心機不是幾台，是動輒要上千台，任何一個國家都一樣。你要使它的鈾能夠提升到武器級的水準，也就是說，我們現在還在60%的和平用途上，突然它要變到85%，乃至於抵達90%的武器級濃縮鈾水準，那是要上千台來運作的。所以你認為他把它移到藁山去之後，它是擺在那邊好看的嗎？你覺得伊朗的領導人是有這麼糊塗的嗎？所以在這種情況之下，美軍要怎麼去摧毀它？你是不是要派出地面部隊來？哦，千萬不行，絕對不能派出地面部隊。為什麼？因為阿富汗22年，我們都已經記憶猶新了。這個是對於美軍而言，他們最記憶猶新的這個慘痛的記憶啊。為什麼？因為在阿富汗的結果是一敗塗地。在伊拉克算是全身而退，但是呢，有沒有對伊拉克產生實質的影響？也沒有。為什麼？伊拉克有沒有完全建立親美的政權？他的人民是不是從此就喜歡了美國？也沒有。所以你今天如果說要派出真正的地面部隊，你要想的問題是在於這個國家會比伊拉克跟阿富汗更難。為什麼？因為它有非常傳統的宗教信仰跟思想，它也是千年古國。你如果是派部隊進去的話，你一定要從教育開始，我覺得這根本做不到。所以在這種情況底下的話，你認為伊朗它會不會繼續危害這個荷姆茲海峽？會。為什麼？很簡單，這就是不對稱的低成本戰爭。它有很多的海軍快艇，它有更多的無人機，它在未來的5-6年之內，它會繼續。我們用騷擾這2個字也不為過，或者說影響美國在中東的利益也不為過。那你川普你要用什麼方式來根絕它？所以剛剛講完了核子設施，這次現在在講的是荷姆斯海峽。那川普，我想請問你，現在已經知道付了375億美元的戰爭費用了，現在還要再追加800多億美元的戰爭費用。等一下我們會談到對美國經濟的影響，可是我在這邊就已經覺得說，恐怕不能再這樣打下去。再這樣打下去的話，不是只有美國人民受害，是全世界都會受到它的影響。為什麼？第一個油價，第二個通膨。所以現在他還得到了中國和俄羅斯的協助。俄羅斯很簡單，我有大規模的無人機技術跟原料可以給你。然後中國呢更簡單了，中國有低層次的地對空防空系統。交給比如說鷹擊9型跟鷹擊19型的防空飛彈，這些東西通通已經交給伊朗了。所以我今天坦白講一句，如果真的拿出來的話，對於美國地面部隊會造成更大的威脅。所以在這個情況底下，這個戰爭還沒有打完，而且必須繼續打下去。對，現在在戰爭繼續打下去的期間，剛剛如幹哥幫我們提到，這一次美國最新又說呢，要再追加有關於戰爭它所需要的錢，所以現在最新追加的預算是376億美元，國會真的可能撥款嗎？等一下，韻老師來幫我們看。赫格塞斯也說了，確實啦，現在碰到的狀況是，美國的戰爭成本已經達到375億美元了，這個數字比先前公布的嚇死人了，高出了90億美元。如果說新一批的
這一筆費用800多億不能到位的話，接下來包括了美軍的訓練跟未來部署都會直接受到影響。那麼現在戰爭成本也等於說不能再蓋牌了，也等於是攤開來在這個陽光下給大家檢視了。包括昨天我們特別提到的美軍傷亡的資訊，現在也都是整個攤開來被外界來特別做檢視。另外有關於能源命脈2個海峽，包括第一個荷姆茲海峽，第二個紅海的狀況也來看，伊朗現在使用的叫做前行攻勢。荷姆茲海峽遭到不明的一個飛行物擊中，全體的船員被迫棄船逃生，這是來自於英國最新的一個證實。另外，胡塞組織持續的封鎖在紅海這邊，對沙烏地阿拉伯最新實施的海上封鎖，已經造成4艘沙烏地阿拉伯的原油的油輪在21號趕快掉頭改道，等於說2個海峽被封，現在全球的石油能源命脈都掌握在包括了這個伊朗跟胡塞組織的手中。岳老師怎麼看接下來的影響？這個剛剛講到3個方面消息，可以說是目前世界上最重要的3個消息。第一個的話呢，就是這是海格塞斯啊，美國的戰爭部長第一次到這個國會去，就這個 Capitol Hill 裡面去開會的時候，跟他這個參議員呢，就是要錢發生了激烈的爭執。他要錢，我跟大家詳細報告一下，他要的是876億美元。其中的話呢，有670億美元是為了這一次美伊之間的戰爭。然後呢，他的到目前为止呢，他已經講說，我們已經打了用多少錢？原來五角大廈第一次公布的是290億美元，結果他現在增加提升了86，變成376億美元。那大家都覺得說，你拿了錢簡直當流水一樣亂花，對不對？那所以說，這裡面第一個消息就是說，美國打仗完全是靠錢，然後現在這個錢的話呢，有一點腐爛。那另外還不要講說，他的明年的軍事預算是1.5兆，1.5萬元，這個是第一個消息。這個消息其實講起來，如果沒有錢的話，美國打的這場，就我活這麼大，有史以來見過最荒唐的一場戰爭了。這個是荒唐到極點。如果因為我們每天就是說句良心話了，就是拜川普之賜，我們這幾個名嘴天天在那邊光是聊美國這個荒唐戰爭，這麼聊了快幾個月了，對不對？然後第二點的話呢，大家了解，就是說目前為止的話呢，伊朗這次發狠啊，就是只要過了荷姆茲海峽的話，他就一律照打。以前沒有這回事。你剛剛只要提到的講說是 Amazon 啦或者 Google 什麼的，因為那個長期來講，看這個伊朗就是個慫包啊，就是沒有事情，大家所有到中東去投資這個高科技什麼都放在那邊，這下不得了，通通打起來了。而且現在的話呢，幾乎就是什麼第5艦隊什麼的都打得一塌糊塗。那麼這個就跟以前不一樣。然後我現在發覺是最嚴重，就是說。大家原來啊，那個以色列跟美國拿了對那個胡塞武裝都沒有辦法，請大家記住啊，胡塞武裝是也門的一個叛軍啊。那這個叛軍的話呢，他們都不要命啊，他們遊行的時候不是缺水的，就是斷腳的啊，缺水斷腳在那邊遊行啊，都不要命的。不要命情況下的話，他現在因為那邊有2個很重要的海峽，是整個波斯灣的這個所有的游出來，一個就是荷姆茲海峽，另外就是曼德海峽。對，現在大家打開地圖一看，這個曼德海峽裡面，胡塞武裝鎖了精簡，而且直接威脅沙特。大家要了解，一個叛軍可以威脅世界上最主要的產油國家，而且的話呢，這個沙特基本上也怕得不得了。所以這幾天油價上漲到130幾，馬上就開始反應了。為什麼？如果2個海峽都被封住，而且他們基本上的話呢，都是這個什葉派的教徒的話呢，在這種情況下，抵抗之虎出現的力量，這個世界的經濟很麻煩，真的很麻煩。美軍已經狂轟伊朗，達到第9個晚上了，甚至現在還出動了 F-35、F-16戰斧飛彈。但是伊朗另外一方面，我們看到它的大攻勢，這一波攻勢叫做納斯爾2，反擊到已經第20波了，造成更大的一個美軍傷亡。準備現在來自於美國的說法，接下來會迎來更大規模的戰爭嗎？第二件事情來看到伊朗的飛彈已經突破美軍的防線了，美方現在着急的事情是在查說這到底背後有沒有中俄的情資在後面幫助呢？美國現在真正擔心的到底是不是背後的大國所做的支援呢？第三件事情，我們要來看到美軍要封鎖伊朗，控制荷姆茲海峽，但是油輪仍然是看到在荷姆茲被攻擊哦。中東盟友現在怒吼說，我們依靠美國，怎麼讓自己反而成為了戰場的目標了呢？今天就這些議題，我們會特別做深度剖析。這一場中東戰火，我們可以形容已經到達了一個臨界點。美國中央司令部最新證實，美軍第9晚
狂轟伊朗。從最初當時鎖定的目標是伊朗革命衛隊的基地、防空飛彈系統跟無人機的倉庫等等。觀眾朋友，我們來看到現在它的攻擊範圍是一路的擴大了。最新消息，戰線已經一路到達了沿海的監視系統，甚至是港口周邊，還有各種的軍事設施，並且現在呢，包括了美軍的戰斧巡弋飛彈 F-35-16輪番上陣。伊朗證實了，確實他們現在多個地區，包括了格什姆島等等地區都被打擊哦，並且傳出了爆炸聲，6枚飛彈直接在格什姆島的這個周遭被打擊哦，它的外圍被打擊。更值得注意的事情是，這場戰爭不會只有如此而已。來自於最新消息，《華盛頓郵報》、《紐約時報》引述美國官員的說法，美國現在正在準備迎接更大規模的一場戰爭，而且我們看到軍事行動確實有在跟着進行當中，包括了他接下來已經說了會部署德國的 F-16，英國放在德國的 F-16，還有放在英國的匿蹤F-35戰機都會全部往中東去做運送，並且已經通知以色列了，說接下來美方會增派數十架的空中加油機，讓總數可以恢復到戰爭初期當時的60架。美國中央司令部也證實，現在超過5萬名美軍已經部署在中東地區，他們是準備隨時要待命去展開戰爭的。美國官員也坦誠了，現在最主要的問題是說這個戰損的問題還是非常的大，而且長程精準的彈藥庫存仍然是快速的消耗當中。而我們現在也要看到的是，美方有新一波的攻勢，当然伊朗的方面也是火力全開。最高領袖穆吉塔巴怒嗆川普的簽名可以說是一文不值，毫無公信力，揚言接下來要讓美國付出慘痛的代價。隨即就對我們來看到革命衛隊展開的這個叫納斯爾2第17到第20波的軍事行動，打擊美軍在約旦的基地。來看現場最新畫面。Oh my God! Get cover! Get down! Close! 伊朗的這一波襲擊的力道非常的大，我們也來看到細節。除了約旦基地之外，還轟炸了包括在科威特、巴林的美軍的基地，美軍陣亡死傷現在累積18人，還有400多人受傷，數字還在持續的上升當中。那麼伊朗出動了包括了海巴爾等等的彈道飛彈，還搭配了見證者無人機。那麼我們來看到5天之內狂轟約旦，一共達到了4次，當中美軍的多個基地還有美軍的人員受傷。我們看到包括了第2個轟炸的範圍到了約旦東部是黑鷹直升機的基地，都遭到襲擊，大量的美軍直升機因此而受損。許多的美軍在這個轟炸的期間趕快急奔掩體，但是他們還是有非常多人受傷甚至死亡哦。那麼，所以今天節目的一開始要請教艦長怎麼看了伊朗的這一波最新的20波打擊，造成了實質的美軍傷亡。現在呢，美國方面也增派了 F-35-16空中加油機要來全面迎戰嗎？艦長怎麼看？其實我們看啊，這個諒解備忘錄現在應該已經被丟進垃圾桶，也就是無論是美國或者是伊朗，現在已經完全失去我們看到諒解備忘錄裡面的相關要求。那如果我們看就是最近幾天的一個攻勢的話，我們看到這一些一個一個小圈圈，有些是被確認的，有些只有影片。那但是呢，它沒有辦法確認實際上的狀況的，那它會用不同顏色區分出來。我們看到之前這邊在一開始的時候是24個，那我們看到說，如果最新公布的是18號的話，那也就是這裡是23個。那如果說我們仔細看它攻擊的到底是哪些目標呢？那也就是我們剛剛看到，無論是格什姆島，那也就是最大島。那為什麼它攻擊最大島？那其實因為最大島上面有非常多的像漁港一樣的小港，那可以提供蚊子艦隊那它停泊以及出擊。那另外呢，阿巴斯港也就是最靠近阿曼灣的一個大港，那所以也是不斷的受到攻擊。可是我們現在看到的另外一個狀況，也就是美國不斷的對這個阿巴斯附近的橋梁進行攻擊。那這一個一個標示的都是橋梁。他為什麼要這樣做？那有可能是為後續的
這個可能的一個登陸戰進行準備，也就是當我把你的這一個橋梁通通都打斷之後，你沒有辦法後援。可是從海上來的這一些陸戰隊可以不斷的增援，那這個也就是先切斷有關於革命衛隊或者是伊朗國防軍的它的一個後續的支援的部分啊。其實我們看到美國以前一直在打的，也就是新式的這個從1990年開始的外科手術式的戰爭。可是現在我們看到從2月28號打到現在以來，已經幾乎可以打的節點都打掉了。那為什麼還沒有辦法控制這一個戰局？所以他們又回到以往的作戰形態，也就是從部隊的对抗，一直到人口，一直到基礎建設，最後來癱瘓整個的一個伊朗。可是伊朗現在看起來，我們從之前他的國上，我們就可以看得到，其實他們的這一個社會的連結是非常強的，也就是一致对外。那美軍的攻擊是不是有效呢？那實際上來看，我們就可以看到說，這一個從伊朗的反擊，伊朗反擊在哪裡呢？我們現在看到他攻擊了科威特港口的這個地區，這個地區它部署的到底是什麼？也就是我們看到的美國戰術飛彈的部分。那這個也就是我們講的海馬斯。那海馬斯其實都可以被這樣攻擊的話，也就代表着他們其實隱蔽跟掩蔽是很有問題的。就像我們剛剛看到那段影片，請問大家是不是看到了非常多的美軍其實都在那個廠庫旁邊？為什麼他們沒有收到警報呢？還是他們忽略了警報？那另外我们剛剛看的是白天，我們看晚上的集束炸彈攻擊的話，那我們就會看到，其實為什麼還可以在這邊可以這樣拍？他們認為沒事，但是這個才剛拍完沒3秒鐘，直接集束炸彈就在旁邊爆炸，所以這就代表說他可能是敵情的觀念不足，那或者是他們輕忽了伊朗攻擊的一個成效。那但是我們這樣看啊，其實現在這場戰爭開始慢慢外溢了。為什麼這麼說？因為美國動員了這個沙烏地阿拉伯去打這個胡塞組織，那可是呢，胡塞組織其實就是伊朗在我們看到這個也門這個地方的一個抵抗之狐。那如果是這樣的話，現在胡塞組織已經有風聲說，他們未來有可能的話會封閉曼德海峽。如果曼德海峽被封閉了，那我們講到說這一個霍姆茲海峽也被封閉了。那之前我們看到沙烏地阿拉伯透過這個他們這個油管往這一個紅海運輸的這個原油這個就破功了。那如果這個破功的話，實際上來講，整個的打擊是對於全世界的。好，所以這個是我們看到這個美伊雙方對對方的一個最新一輪的攻勢。穆吉塔巴持續的嗆下說，美國沒有公信力，接下來會展開新一波更大規模的一場報復。那美軍的情資也特別顯示，很快的另外一場更大規模的戰爭很快就會展開了。那目前呢，其實美國的官員他們自己也很擔心，因為他們自己也坦言，現在呢，伊朗不只是飛彈數量，他們看起來是沒有減就算了，突破防空的系統的能力還比戰爭初期還要更加的成熟。另外，美軍現在也付出它的政治上面的成本，因為呢，你現在要駐軍在盟國，你的政治成本變得更高了。盟國這些在中東美軍基地的盟國並不相信美國。楊老師怎麼看接下來這場戰爭的發展？首先，我們要了解大概跟戰爭剛開始的時候有2點，到目前為止還是維持不變的第一點，雙方都表現某種的克制。第二點，現在雙方都在打消耗戰。那克制怎麼講？第一個，美國方面他就很克制的不會去打全面戰，也不會去打地面戰。那他寫給國會的信當中說，這是一個有限度而且是這個限制的這個戰爭。那換言之，他可能已經設了這個時間表。那他第二個克制美國的方面呢，我們就要接下來觀察了。因為川普曾經在推文上面寫說，7天如果還不接受我的條件來進行和談的話，他就要打橋梁。再7天呢，他就要打電廠。對，那就民生設施了所以到目前為止，我個人覺得他不敢真的這麼做。是，你要是大規模的去打民生設施這是違反人類罪耶。
那伊朗這方面呢，到目前為止的克制表現在他沒有去打海灣地區國家的這些能源設施。這個在初期戰爭的38天到目前為止，雙方都有這個克制。這個一打下去，大家基本上完全掀桌子了。那第二個消耗戰，我覺得美國跟伊朗的消耗戰有2種，我們只看到第一種，那就是軍備、庫存還有價格那種不對稱。比如說見證者136，那個就是伊朗的無人機，才多少？3萬塊美元。然後呢，愛國者3號3型飛彈呢，多少？一枚300萬美元，就差了多少？100倍哦。是。然後呢，最重要的是那無人機好做啊，愛國者飛彈這個來不及啊，一個月才多少幾百枚而已吧。因此它事實上會呈現這種消耗戰，打到後來美國沒有彈藥可以打，然後你當然現在所有的防空的能量也都不足了哦。你針對這些見證者136的自殺型無人機，其實也沒什麼這個足夠的彈藥可以去做防空。然後呢，你雙方的比庫存價格，這是一種對美國而言已經處於不利。所以你看他連續打了8波9波，這個講起來好像媒體上看起來就是很這個規模很大，可是呢，伊朗剛才那個畫面就解釋了一切。對，哦，也就是說，伊朗其實也可以很精準的，而且美國在毫無預警防備的情況之下，就這麼蹦蹦蹦連續的來。對。第二種消耗戰，我覺得大家其實要特別注意到的，我覺得市场啊現在快開始注意到。第二種消耗戰是什麼意思？就對美國而言，它消耗國際能源，它消耗油價，油價會偏高了，你再打下去，然後呢，你的經濟通膨，還有你的選舉內部的法律政治的壓力，川普政府這個消耗戰根本沒有辦法再持久。我覺得2個禮拜它根本撐不下去。那對伊朗，它有沒有這個消耗戰？當然有，它的經濟，它內部的壓力它也會有。可是你知道，當它被轟炸的時候，它內部的那種凝聚感。其實是可能更強的，強硬派反而會更佔上風，所以你現在如果只是講2個禮拜或者是2個月，美國在消耗戰上一定會居於這個下風，但如果說你要在這個2個月以上，我們就難以想象，因為那個時候整個國際情勢、經濟、能源就會完全不一樣。對，好，所以我們看到美國現在目前為止這場消耗戰居於劣勢哦。那剛剛我們也看到這個畫面了嘛，就是美軍基地哦，在約旦的基地被伊朗給狂轟哦。那之所以美軍基地遭到這個打穿之後呢，現在美國內部也開始做檢討，議員他們開始檢討是說，是不是大家沒有查到？伊朗的背後是不是有中國大陸跟俄羅斯在幫忙提供這些可以做攻擊的情報呢？這個是一個問題，等下請教尚志哥。另外一件事情就是有關於荷姆茲海峽了。最近呢，2艘油輪在荷姆茲海峽又是遭到了攻擊、爆炸、失去動力。當然，現在呢，把矛頭指向了美軍哦，聲稱這些油輪，這是伊朗的說法，聲稱這些油輪是在美軍的鼓勵下才去使用這條航道的。看起來，這個伊朗就是表明說，這個荷姆茲海峽還是由伊朗我說的算。那尚志哥怎麼看？好，我們現在首先看一下到底美國在這一波那麼下了重手，而且看起來如我前面所提到的部分，這個談判幾乎好像就撕毀了。但是美國打的確實有一些就是集中性，比如說對於整個荷姆茲海峽的部分沿途轟炸。然而到現在看起來，你還是覺得美軍的整體的對伊朗的攻擊或整個戰略還是不清楚。比如說你現在打的部分，你到底要不要把哈爾克島拿下來？其實你可以拿下來，但你拿下来之后，其實說，因為你現在就是破壞，然後美国現在放重話開始打水電廠、打核電廠跟民生設施，聽起來是厲害的喲。可是事實上，其實伊朗也不是省了燈啊。伊朗在昨天才剛剛公布，你現在打我，確實沒有錯，因為在19號的時候，美國已經攻擊伊朗西南部的這個核電廠了哦。那一打之後，伊朗馬上公布11個清單。11個清單是什麼呢？波灣所有國家，幾乎每一個國家的核電廠跟海水淡化廠都至少2個。也就是說，我現在清單都帶了，這些都我要打的。而且要知道，水電廠跟那個核電廠是綁在一起的，要有電才能這個。所以這裡頭，如果你打我，我不是打你美國，但是我打所有波灣地區，而且這裡跟美軍基地的水跟電從這邊來嘛。所以說，美國的到底它的戰略清不清楚？但我們相對來看，那美國當然還是有做。第一個，它繼續的集結兵力。包括從歐洲甚至從日本、韓國抽調
以轟炸機為主的各式各樣的軍機過來，然後也增派了很多1萬多人過來，對，然後也拉北約。那現在北約當中有8個國家也都表達了部分的支持之意，甚至也都傳出說烏克蘭的部分無人機已經開始加入了，在這裡頭幫助美軍來攻擊伊朗。那麼美國當然有些集結的部分的行為，但是你說這樣子的這個戰術做法，伊朗呢？你看我們伊朗這幾天回去，首先我們看伊朗把原先它叫做這個代號，美戰它叫真實承諾。都是回擊嘛，因為你攻擊我，我才回擊你，叫真實承諾。可是7月份，伊朗已經正式把名稱改叫做勝利行動。這幾波當中，勝利行動1、勝利行動2，所以這裡頭它是反侵略，它已經是有攻擊性，甚至要毀滅性了。就是說，對美國美軍基地，我們來看伊朗怎麼打。他來打美軍基地是很清楚的，首先先打你重要的雷達，雷達打之後打你的，接下來打你的機庫。要知道那麼多美國厲害的飛機在空中，現在伊朗沒有能力空戰去打這些來轟炸的這些上百架飛機。可是你飛機要下來，你飛機要都停在美軍基地，你只要停在地面上，你再貴的飛機停在地面上打了就是廢鐵。所以伊朗很清楚，然後伊朗還打什麼美軍的宿舍。對，很好，然後還不止，還打什麼伊朗一些高級軍官住的大飯店，5星級飯店。所以這種針對性，你看伊朗真的是被美國打得越打越頭腦越清楚。其實我剛才講這一波的反擊，這一波的下重手，恐嚇你，我要打其他的地方，這個水電站、核電站，然後我出手的打你美軍基地，這個集中性真的非常非常高。所以我覺得接下來打，如剛剛楊老師所提到的，我不認為伊朗會打輸。我們最後看到的這一波7月打的都是伊朗的最新導彈，都不是庫存貨哦。那美國雖然調了很多，包括愛國者荷姆斯飛彈來，還是一樣。這個部分其實還是用來舊的部分的東西，而且造價昂貴，所以持續打下去，我覺得伊朗還是有它對抗的本錢。